贼庐山七林盘，唯独真情被放帆。谁人民歌引笛，连八方情话。相信大家都聽過顏真卿呢個大名，知道佢係一名書法家。只要學楷書就一定有聽過顏體、多寶塔碑、顏勤禮碑、麻姑仙壇記等等，都係佢嘅經典作品。而佢寫嘅一篇草稿更加被稱為係天下第二行書。其實顏真卿並唔只寫得一手好書法，更加上過戰場，領兵殺敵過。而呢篇祭侄文稿背後就係佢所經歷嘅一段悲慘歷史。顏真卿出身貧寒，但少年時就已經勤奮好學，即使窮到買唔起紙，就用黃土喺牆上面練字。三更燈火五更雞，正是男兒讀書時。呢首勤學詩就係顏真卿所作。20歲嘅時候，弱冠之年，佢以清臣為志，呢兩個字可以話代表佢一生嘅志向。25歲考上進士，入朝為官，寵辱北京，出入四朝，多次被任命為監察御史。代宗嘅時候，曾經晉升至老郡公，所以又尊稱為顏老公。最高官至二品，身穿紫袍。但佢嘅官運並非一直順遂，正因為佢嘅性格剛直而得罪上司。佢唔依附當時嘅宰相楊國忠，而被調職到平原郡做太守。當時安祿山嘅不臣之心悄然若揭，顏真卿就早早作出防備，修城池，儲備糧食壯丁，又扮作係普通文人書生一樣，只顧飲酒賦詩，泛舟湖上，打消安祿山嘅疑心。天寶14年，安祿山同史思明以朱國忠清君側為名起兵叛亂，河北24郡太守縣令唔係逃走就係投降，唯有平原郡堅守不降。後嚟顏真卿更加聯合17個郡守歸順唐廷，建立盟軍對抗安祿山，被推舉為帥，領兵20幾萬人喺唐邑打敗敵軍，斬首1萬幾人。安史之亂長達8年，死傷無數，唐朝由盛轉衰。顏真卿嘅堂兄顏杲卿同埋佢嘅侄仔顏桂明就係犧牲嘅其中一人。天寶15年，安祿山叛軍圍攻常山，並且俘虜佢個仔顏桂明，想藉此威逼顏杲卿投降。但顏杲卿堅決唔屈服，更加大鬧安祿山，最終個仔被斬死，城門亦都被攻破，自己亦都身陷敵手，而且屍身亦都被肢解，舌頭被勾斷，顏氏一門30幾口被害。直到佢死後嘅2年，顏真卿先至揾得翻顏桂明嘅首級祭字。顏真卿就喺悲憤嘅心情寫下呢篇著名嘅祭侄文稿，草稿多處塗改，情緒起伏之處亦都顧唔上用筆，一筆一畫都只係內心嘅自然流露。一般草稿唔會保留，而正式嘅祭文亦都會喺儀式上面一同祭祀銷毀。而呢篇草稿唔知咩原因而被保留咗落嚟。顏真卿並冇犧牲喺安史之亂，但係宰相盧杞專權忌憚顏真卿嘅忠直，於是就向德宗進言，命顏真卿去招撫李希烈。結果顏真卿被叛軍包圍，李希烈想要自立為王，請顏真卿做宰相。顏真卿堅拒不受，即使李希烈想以命相逼，亦都不動聲色。李希烈又用稻草點火威脅，顏真卿乾脆自己跳入火堆，反而係李希烈嘅同黨救翻轉頭。深知此行必死無疑，於是就自己寫為表墓誌祭文，以示必死嘅決心。最後李希烈因為細佬被唐軍所殺，受刺激之下喺隆興寺嘅破樹下將顏真卿勒死。就係咁，顏真卿終年77歲，諡號文忠。雖然後世所推崇嘅唔單係顏真卿嘅書法，更係佢堅貞一致嘅人品。最後改寫咗一首歌詞，名為《清晨》。如果大家中意今日嘅分享，請多多讚好轉發，多謝你嘅觀看。登驾客，一身清晨数十载，独守铁壁丹心，耿耿是君侧。当月清风不盼已是在，策马客千几舟，挥别九州宫，却或复有人。反贼庐山七林盘，唯独真情被放帆。谁人民歌引笛，连八方情话。剑去文帅，领兵人10万，横绝燕赵挥地欲扬衣，半壁江山纷乱，风雨飘摇。古城为民的他，
至死无悔，爱在凄苍，几吻泪痕染。贼臣不久可恨，惨败身何数？掩饰抗劫付诸情劫。